1452年4月15日，星期六凌晨3点，意大利托斯卡尼的小山城文西，一个婴儿在没有婚姻祝福的情况下降临世间。他的祖父安东尼奥在家族日记里用一丝不苟的公证人笔记记下了这一刻：一个孙子里奥纳多诞生于我的儿子瑟尔皮耶罗与一位名叫卡特琳娜的女子。就这样，没有母亲的姓氏，没有婚姻记录，只有那个名字里奥纳多。父亲瑟尔皮耶罗是文西当地颇有地位的公证人，仪表堂堂，野心勃勃，一心想在佛罗伦斯闯出名堂。母亲卡特琳娜，据后世学者考证，很可能只是附近农庄的一个年轻女佣，两人之间是一段没有结果的露水情缘。孩子出生后没多久，瑟尔皮耶罗就另娶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公证人千金，卡特琳娜也嫁给了当地一个农夫。里奥纳多就这样被留在了祖父的农舍里。私生子在15世纪的意大利不只是一个社会标签，而是一道法律上的封印。他没有继承权，无法进入大学，不能加入医师、律师或公证人工会，甚至连进入某些行会当学徒的资格都受限。命运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替他关上了许多扇门，但没有人知道，被关上的那些门反而让他去敲开了整个宇宙。没有了父母的日常陪伴，里奥纳多的童年由祖父安东尼奥和叔叔法兰契斯科照料。法兰契斯科是个闲不住的农夫，也是个对大自然充满好奇的人。他带着小里奥纳多在田间、溪谷、橄榄园里到处游荡。这段乡间童年后来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达文西观察力养成最关键的时期。他观察水流在石头边形成的漩涡，记下涟漪扩散的规律。他看蜻蜓在空中悬停，思考翅膀震动的频率与方式。他把青蛙翻过来，仔细端详腹部的纹路，再把它放回水里，看它游走的姿态。那个年代没有望远镜，也没有显微镜，但里奥纳多的眼睛就是他最精准的仪器。据说有一次，里奥纳多在山里探索，发现了一个黑暗的山洞洞口。他站在洞口，心中同时涌现两种强烈的感受，一是恐惧，二是好奇。他在笔记里写道：“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我必须进去看看。”这句话几乎可以当作他一生的座右铭。好奇心永远压过了恐惧。他的童年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学拉丁文。达文西后来在笔记里自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这不是谦虚，而是带着一点傲气的陈述。那种草根式的直接观察大自然的习惯早已深入骨髓，是任何学校都教不出来的东西。大约在里奥纳多12、3岁的时候，父亲瑟尔皮耶罗开始注意到这个儿子不寻常的天分。孩子画的东西让看到的人都说不出话来，那种对形状、光影、比例的掌握，不像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的少年所能画出来的。瑟尔皮耶罗虽然对这个私生子从未像对其他孩子那样亲近，但他看到了商业价值，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收集了里奥纳多的一些画作，带到佛罗伦斯去拜访他的老友，当时佛罗伦斯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之一安德烈·德尔维罗基奥。维罗基奥看了这些画，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这个孩子给我。”就这样，大约在1466年，14岁的里奥纳多带着几乎什么都没有，跟着父亲走进了佛罗伦斯的城门。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城市，那是文艺复兴的心脏，
美第奇家族统治的艺术王国，到处是壁画、雕塑、教堂和正在建设中的宫殿。对一个在山间长大的乡下孩子来说，那一幕大概像是走进了另一个宇宙。佛罗伦斯在当时是全欧洲最富有、最有文化气息的城市之一。美第奇家族，尤其是洛伦佐·德·美第奇，也就是后世称呼的伟大的洛伦佐，用大量的金钱和热情赞助艺术家、哲学家、诗人和建筑师。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创意实验室，年轻人带着作品来到这里，最有才华的人会被看见，然后改变世界。里奥纳多正是在这个时刻走进了这个城市。维罗基奥的工作室在当时的佛罗伦斯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它不只是一间画室，而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制造工厂。维罗基奥本人是雕塑家、画家、金属工艺师，也涉猎音乐和工程。他的工作室接受各式各样的委托，从私人肖像画到教堂的祭坛装饰，从铜制盾牌到大型雕像。同一个屋檐下，学徒们要学的东西多得不可思议。当时在工作室里学习的，除了里奥纳多，还有后来同样大名鼎鼎的波提切利，也就是画出维纳斯的诞生的那个人。两个天才在同一个屋顶下磨砺手艺，谁也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改变整个西方艺术史。维罗基奥的教学方式，今天看来依然非常先进。他不只教怎么调色、怎么构图，他要求学徒们亲手制作颜料，研究不同矿物的光学特性，学习几何和透视法的数学原理，甚至要了解人体肌肉的走向。工作室里堆满了各种材料，木头、大理石、青铜、纺织品。学徒们被要求用双手去理解这个世界，而不只是用眼睛去看它。对里奥纳多来说，这个环境如鱼得水。他不只快速吸收了所有教的东西，还开始在各个领域之间自由穿梭。今天研究光线折射，明天又去拆解一把马鞍的机械结构。工作室的同伴们发现，里奥纳多有一个奇特的习惯，他工作的时候常常突然停下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神放空，有时候一站就是大半个钟头。旁边的人以为他在偷懒，但其实他只是在脑子里把整个宇宙重新排列一遍。维罗基奥工作室时期流传下来最令人难忘的故事，发生在一幅名为《基督受洗》的画作上。这幅画是维罗基奥受委托为佛罗伦斯附近的一座修道院所画，描绘耶稣在约旦河畔接受约翰施洗的场景。工作室的惯例是，大型委托作品由师傅规划构图，不同部分交给不同学徒完成。年轻的里奥纳多分到的任务是画面左下角的一位天使，一个配角，不是主角。照理说这只是一个基本练习，但他交出的东西让整个工作室的人都愣住了。那位天使的眼神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灵动，皮肤的光泽，头发的柔软质感，衣袍的褶皱，每一个细节都像是有生命在里面流动。跟同一幅画里其他部分比起来，那个天使像是来自另一个维度。据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艺术传记作家乔尔·乔·瓦萨里记载，维罗基奥在看到这位学徒的天使之后，心中受到极大的震动，当场宣布从此之后再也不碰画笔，因为这个年轻人的技艺已经完全超越了他。这个说法在历史上真假难辨，但维罗基奥后来确实越来越少亲自画画，转而更专注于雕塑，这倒是有历史记录为证的事实。这幅基督受洗今天就挂在佛罗伦斯乌菲兹美术馆，
如果你有机会站在他面前，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只要看那个左下角的天使和其他部分，你自然就能感受到那个差距。那种差距叫做天才。在工作室的日子里，同伴们很快注意到里奥纳多一个奇特之处，他用左手写字，而且是从右往左写，所有的文字都是镜像反转的，必须拿到镜子前才能正常阅读。这种书写方式在他此后几十年的笔记生涯中从未改变，7000多页的手稿全部是这样写的。几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件事的解释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他是为了防止别人偷看或窃取研究成果，但这个解释站不住脚，因为任何人只要拿一面镜子，3秒钟就能读懂。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他是左撇子，从右往左书写对他来说反而是最自然的方向，可以避免左手在书写时把刚写好的墨水蹭花。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大脑本来就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运转。现代神经科学家在研究达文西的案例时，提出他可能有阅读障碍，也可能有注意力缺失的倾向。这也解释了他一生中无数个开始了但从未完成的作品。他的思维像一条河，永远在寻找新的支流，很难停在同一个地方太久。但不管原因是什么，这种镜像书写的习惯意外地为他的笔记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当这些手稿在他死后流传出去，人们最初甚至不确定这些到底是什么文字，是密码吗？是某种神秘语言吗？还是疯子的涂鸦？直到有人把第一页手稿举到镜子前，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才突然变成了清晰的意大利文，还附着精细到令人窒息的素描和计算。大约在20岁出头，里奥纳多已经从一个学徒慢慢成常为工作室里不可缺少的助手。维罗基奥开始让他独立负责一些委托的部分。这段期间有一个极为有趣的插曲，完美展示了年轻达文西的创意与恶趣味。有一天，瑟尔·皮耶罗，就是里奥纳多的父亲，带来了一个农夫的委托。那个农夫在砍倒一棵大树的树干后，把它锯成圆形盾牌，希望找人在上面画一幅图，说可以吓跑敌人的那种。父亲把这个人物交给了里奥纳多。里奥纳多对这个任务的态度非常认真，认真的有点吓人。他跑去收集了蜥蜴、蛇、蝴蝶、蝗虫、蝙蝠，还有各种他能找到的奇形怪状的生物，把它们带回房间仔细研究，然后在盾牌上描绘了一只合成怪兽，融合了各种动物最让人不安的部位，口吐毒火，眼射恶光，设计得极为逼真。他刻意调整了房间的光线，让这只怪兽看起来像是真的在从黑暗中向你逼近。据说父亲第一次看到这个盾牌的时候，被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以为房间里真的有什么东西在动。里奥纳多看到父亲的反应，满意的笑了，说这就是他应该有的效果。瑟尔·皮耶罗后来悄悄把农夫委托的木盾换了一个普通图案交差，却把里奥纳多的那个怪兽盾牌偷偷卖给了一个米兰商人，赚了一笔很不错的外快。这就是达文西父子之间的日常，一个天才的创意，一个生意人的脑袋。20岁时，里奥纳多已经正式成为佛罗伦斯画家工会的会员，在技术上具备了独立接案的资格。但有一件事，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成为他一生的标记，他接了很多委托，却几乎没有几件真正完成。1478年，他接到了一项重要的委托，为佛罗伦斯的一个礼拜堂会制记谈话。他收了定金，开始动笔，然后就消失了。
那幅画最终由另一位画家完成。同年，他又接了另一个委托，画一幅圣杰罗姆的肖像，画到一半又停下来。那幅未完成的作品后来辗转流传，今天在梵蒂冈的博物馆，你还能看到那幅只画了部分的圣杰罗姆在荒野。你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出哪里是他完成的，哪里是他放弃的。他为什么一直无法完成作品？这个问题困扰了研究者几百年。一部分原因是他的标准太高，他永远觉得还可以更好。另一部分原因可能真的是他大脑的运作方式，他的兴趣在某个点达到高峰之后，就会开始滑向下一个问题，下一个谜题，就像一只蝴蝶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美丽但停不下来。但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想，那些未完成的作品，那些半途而废的草稿，放在今天的任何一个美术馆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在那些未完成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达文西真正的思维过程，不是打磨好的表面，而是大脑在工作时留下的痕迹。未完成有时候比完成更诚实。1482年，30岁的里奥纳多做了一个令许多人意外的决定，他离开了佛罗伦斯，离开了那个当时全欧洲最繁荣的艺术城市，前往米兰，去投靠米兰公爵卢多维科·史佛萨，也就是外号摩尔人的那位。他带住一封自荐信去的。这封信，后世的人读了都觉得极为有趣，因为达文西在这封信里把自己写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军事工程师。他列出了整整10条自己能做的事，包括设计可移动的桥梁、制造工程武器、建造水下破坏船、设计炮兵阵地、挖掘秘密通道以及制造装甲车。整整10条，全部是军事和工程，没有一条提到绘画。直到最后，他好像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附带一提，我也可以画画，可以做雕塑，在和平时期，我可以负责任何建筑设计。就这样，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把自己的艺术才能挤在最后，当成一个锦上添花的附加说明。这封信完美地展示了达文西自己的自我认知。他从来不只把自己视为一个艺术家，他觉得他是一个全方位的创造者，工程师、科学家、设计师，绘画只是他众多能力中的一项。这种认知后来成了他一生最大的矛盾，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自由。第一步就在他走出佛罗伦斯城门的那一刻画下句点。前方的米兰等着他去燃烧另一段人生。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请订阅、分享并按下小铃铛，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我们期待下次见。